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大小虎之一的孙鲁豫，以下就简称小虎。是的，虽然它看起来比较大，但其实它是妹妹，那个比较小只的孙鲁班才是姐姐。两姐妹一起上阵，可以激活的羁绊效果有3个。第一是所有恢复怒气效果会增加100%，但小虎每拥有1层猛毒时，回怒增加效果会减少20%，最多降低10次。顺带一提，孙鲁班的羁绊会在开场就给小虎2层猛毒，这个姐姐可真坏啊！所以小虎一开始的回怒增加效果，其实就只会有60%左右而已。第二个能力是每当小虎被叠加猛毒状态时，己方全体5将会获得可持续2回合的10%最大生命值的护盾。这让小虎有能力在开场就给我方全体添加1层护盾，不过这个盾实在太薄了，实际作用也没有很大就是了。第三个能力是，每当小虎被施加1层中毒时，会为我方全体攻击型武将恢复300点怒气。孙鲁班开场的2层猛毒，也变相的让我方攻击型武将可以在开场就拥有600点的初始怒气。什么队伍拥有最多攻击型武将？答案是火烧队，陆逊、周瑜、黄盖全是攻击型武将。毒队的核心贾诩和孙鲁班也是攻击型武将，所以全都可以受惠于小虎的羁绊。当中原本就拥有初始怒气的攻击型武将，比如乐进和关羽，更是可以开场就直接满怒释放怒攻。小虎的怒攻是他成为幽灵的原因，怒攻只有在我方场上武将大于1人时才会发动。如果场上只剩小虎1人，则怒攻会完全没有任何效果，因为找不到人附身了。小虎怒攻的对象是我方攻击力最高的武将，在发动怒攻时，会先给予1次治疗，然后才进入平一状态，附身于怒攻的目标上。同时还会将发动怒攻时所消耗的1半怒气加给被平一的武将。这么一来，被平一的目标最少也可以获得500点怒气。小虎是突击型武将，开场就可以释放怒攻发动平一。如果被平一的目标是攻击型武将，那么无论他有没有初始怒气，都可以获得超过1000点的怒气，开场就可以释放怒攻。这也是为何那么多攻击型武将都要来凑一脚和小虎组队的原因。5星后的小虎可以免疫撞飞以外的控制效果，并且还会获得怒气降低抗性提升40%。这个效果也保证了小虎不会因为被控制或被减怒而导致怒气不够，无法在开场就释放怒攻进入平一状态。唯一能阻止小虎的就只有公孙瓒的撞飞，所以为了避免被撞飞，在公孙瓒消失前，小虎通常都会选择站后排以保安全。进入平一状态的小虎会成为背后灵，不会有自己的行动回合，无法普攻也无法怒攻。平一期间不会被选中成为目标，且免疫所有技能效果，不会受伤，也不会恢复血量和怒气。就连进入平一前身上所附带的增减1效果也会暂时静止，不会产生作用，也不会刷新回合数，所以小虎身上的猛毒也不会伤到它，真的就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状态。小虎的战魂战灵推荐带怒焰瑶光，因为它几乎整场都处于平一状态，带其他的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么被小虎附身后会有什么好处？首先，小虎可以为平一目标抵挡100%自身最大生命值的伤害，这就相等于是让我方攻击最高武将多了1条血量。其次是会让被平一目标免疫撞飞效果，但这个效果不一定会有用就是了。因为小虎的站位通常会比公孙瓒靠后，所以释放怒攻的速度一定不会比公孙瓒快。这么一来，就来不及阻止公孙瓒的第1脚，顶多只能用来预防公孙瓒的第2脚而已。火毒其实还蛮怕公孙瓒的，因为不管是谁被踢掉，都会影响阵容的完整性。第三，处于平一状态下的武将，只要普攻附加了中毒状态，就可以额外再触发1次普攻，并直接引爆1层中毒，技能对每个目标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这个被动基本上只属于贾诩专用，因为普攻能附加中毒的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其他人都无法触发这个被动效果。第四，若小虎平一时拥有猛毒状态，被平一的武将也可以获得 40% 的怒气，降低抗性。减怒抗性在目前的版本有多重要，相信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现在就连冲锋江都得把诸葛亮挖出来和女团比拼怒气。回怒快又有一定怒气抗性的队伍，在这个版本会有一定的优势。第五，被平一的武将受到普攻或怒攻时，有 30% 概率会使攻击来源叠加一层不可抵抗的中毒，持续2回合。小虎每拥有一层猛毒，则使概率提升 15%， 这里又是一个可以和毒队联动的被动技能。在平一状态期间，小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当被平一的武将使用普攻或怒攻时，小虎会对敌方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造成最大生命值 5% 的真实伤害，并有 20% 概率对目标施加一层不可抵抗的中毒，持续2回合。5% 的真实伤害并不高，技能的重点还是在于上毒与毒队联动。这么一来，被平一的武将无论是自己释放普攻怒攻，还是遭到对手的普攻怒攻攻击，小虎都有概率可以施加一层不可抵抗的中毒。小虎上毒的概率在自身拥有猛毒的状态下，每一层猛毒会提升 10% 概率，2层可以将中毒的概率提升至 40%， 不过概率还是很低。小虎自身是完全没有异常命中加成的，再加上上毒的概率又不高，所以能不能成功上毒就只能随缘了。虽然上古神器战斗技能可以提升异常状态命中率，但小虎的站位要按平一前还是平一后判定，以及平一后上古神器的技能究竟还能不能生效，就要等各位自行去测试了。小虎的平一会一直持续，直到他为平一武将抵挡超过自身 100% 最大生命的血量为止。平一被解除后，小虎会重返人间并驱散平一目标的控制状态，同时也会为他添加一层最大生命 50% 的护盾。平一被解除后，也许是因为自责，又或许是因为他想再度成为幽灵，小虎会给自身也添加一层猛毒。小虎的这一层猛毒又可以再次触发为全体武将添加护盾和为攻击型武将回怒300点的效果，可以说是从上身、附身到解除附身都能发挥不同的效果。小虎的定位和于禁很像，他可以和羁绊武将孙鲁班一起组毒队，也可以单飞成为其他队伍的挂件。差别只在于于禁是用来保全体，而小虎则是用来保我方主力输出。所以就用途上来看，小虎和于禁一样是高于他们的羁绊武将的。不过小虎对于羁绊的依赖性还是比于禁要高的，虽然他偶尔也可以脱离孙鲁班单飞，但他们俩还是一起上阵的效果最好。没有了羁绊的小虎会失去开场的2层猛毒，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没有猛毒的小虎会失去上毒的概率，也会失去开场护盾，但这些都不重要。比较可惜的是他会失去开场为攻击型武将回怒的能力，和为平一武将增加减怒抗性的能力。不过小虎能为平一武将提供的额外1条半的血量，和为攻击型武将额外提供的900点的怒气，对于灭队还是会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毕竟这1条半的血量也是可以用来扛反弹伤害的。最后是抽取建议，小虎只能在 PVP 上使用，所以想玩火毒就抽，需要平一就抽。小虎单独使用的情况就和于禁一样，完全看环境需要而定，有需要时就很好用，不需要时就上不了场。不过小虎比于禁好的地方是，大小虎在陆服至今都依旧是火毒队的核心成员，即使到了孙策的版本也可以使用，所以小虎的保值程度是永比于禁高的。小虎只要抽到3火就可以了，5火的能力并没有很重要，如果想玩火毒，建议还是优先将孙鲁班抽到5火。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